下礼拜六10月26号就是1年1度的台湾同志游行了。来，你各位是不是也准备去享受一场欢乐的彩虹嘉年华了呢？台湾同志游行是东亚规模最大的同志权益活动，每年都吸引全球各地的同志团体和社会运动者参与，将近20万人同时走上街头，一整排贴着彩虹标语的游行花车，遍地开花的彩虹旗，飘扬在空中的热气球，还有劲歌热舞的人们，都是台湾同志游行中最美丽的风景。但是你知道吗？今天你所看到的这些，其实并不是那么的理所当然。现在的自由开放背后是经历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辛酸，才换来如此珍贵的人权。台湾同志游行举办超过20年，仍然有很多民众不了解这个活动想表达的宗旨是什么，以及在很多不那么自由开放的国家里，当地推动同志游行的社运人士正在遭受什么样让人难以想象的迫害。所以在快快乐乐上街游行之前，先让 JU 好好为你们介绍台湾同志游行的核心理念与价值，以及其他国家的人民又是为什么宁愿顶着枪炮弹药的威胁，也要为自己坚持的理念上街发声呢？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别忘了帮我按个订阅，才不会漏掉时下最新流行社会动向哦。究竟发生什么事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说到这个同志大游行，其实我是从来没有参加过的，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我也会在游行当天带着我的团队一起去做街访，欢迎大家跟我们来相认，或是来跟我一起同框哦。不过在响应这个活动之前，我也上网查了很多关于同志游行的资料，我才发现今天的同志游行之所以能有这么盛大、这么完整的规模，一路上其实挺过了非常多异样的眼光、歧视和不理解，一直薪火相传延续到今天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放眼国际，在某些国家，多元性别权益的争取之困难，可能不是我们生活在这个自由、开放、友善、包容环境下的台湾人能够去理解的。所以 JU 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探讨同志游行在国内外分别遇过哪些困难和挑战，而我们台湾同志游行又特别着重在哪些理念跟价值，进而延伸到台湾现今的多元性别权益意识是否还能够有更进步的空间呢？今天的影片会分成以下3大重点：第一，国内外同志游行曾碰到的困难与挑战；第二，台湾同志游行的理念与诉求；第三，探讨台湾现今的多元性别权益意识。当一个话题之所以成为一个议题，当然是因为它有问题。虽然现在支持和理解同志游行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件政治正确的事情，而且每一次的同志游行规模也越来越盛大，但其实还是有很多台湾的社会大众对于同志游行这个活动有相当多的疑问。今天 JU 团队帮大家一一解惑。根据 GQ 台湾所整理的资料，民众最常对于台湾同志游行提出的疑问有以下3点。第一题，有许多排斥同志和同志游行的人会觉得说，为什么游行都要穿得奇装异服，甚至是裸露身体？为什么不能正正经经的宣示自己的诉求就好了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说，很多抗议游行都会将需要诉求的主题展现出来，不管是农作物相关的、民族或民族主义相关的，或是动保相关的。那既然这个是以性别为主题的话，那身体的表达与展现就是最主要的诉求。所谓正正经经，反而就是一种保守封建的社会规范。我反倒比较想说的是，请你们丢掉你们食古不化的传统衣服所做的旧时期的清代思想好吗？第二个问题，有很多人会问说，同性婚姻已经合法了，那为什么还要游行？这个目的是什么？没错，在2019年2月21日，行政院向立法院提交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施行法草案，规定年满18岁的同性伴侣可以成立同性婚姻关系，并且准用民法规定的可以继承财产和收养有血缘关系的子女。同年5月17日，立法院3读通过，经由时任总统蔡英文在5月22日公布，在2019年5月24号正式生效。从此，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世界第27个承认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虽然台湾已经完成同性婚姻的合法化，但我们都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嘛。同性婚姻合法了，但是你的道德标准合理吗？在很多我们看不见的角落，许多同志族群的权益并没有被重视。
例如像是私人企业会给予已婚员工的福利，是否也能够完整的适用在同志伴侣身上呢？而且争取同志伴侣权益的合法化，虽然是这几年来游行的主要目的，但也不过只是众多多元性别平权议题的其中一项而已，还有太多事情是需要继续探讨的。因此，台湾同志游行需要持续在每年上街表达诉求。第三题，没有参与过同志游行的朋友，对于同志游行都在做什么相当多的疑问，就像是我本人我没有参加过。有些朋友会好奇说，既然有那么多涉及政治的诉求，那么这样的游行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呢？会是沉默的封街静坐，还是会有激烈的抗争冲突呢？根据参与过游行的朋友他们的描述，同志游行不是一个沉默的静坐，也不是一场激烈的抗争，同志游行比较像是一场快乐的嘉年华。虽然听起来像是有点玩票性质的 party， 但其实这个游行本身就是一场爱与和平的活动。毕竟从1970年美国第一场同志游行开始，就是将这个游行定位成一个有表演、有舞蹈、有街头 party 的夏日庆典。讨论完台湾所碰到的问题，那我们来把眼光放到国际，关于多元性别权益的争取，其他国家又遇到了哪些困难呢？国际特色组织台湾分会曾经在2015年统整骄傲游行之所以重要的5个理由。第一，人们依旧因为先天或后天发掘的性倾向及性别认同遭到攻击。在某些国家，游行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大量的警力到现场，是无法举行的。2015年在乌克兰基辅举办的骄傲游行，就有250位民众遭到反对者的暴力攻击，总共有10位民众受伤。包括乌克兰在内许多国家，因为性倾向或性别认同遭到不合理的攻击，而且罪犯有时候甚至不会被以仇恨的罪行起诉，完全没受到法律制裁，好像性别认同少数的人就活该被欺负一样。像这种恐同或恐惧跨性别的仇恨罪行，对于 LGBT 族群来说造成的伤痛是不可磨灭的。所以在很多国家，他们必须隐藏自己的性倾向，以免成为反对者的攻击目标。第二点，骄傲游行是挑战恐同症与跨性别恐惧症法案的机会。俄罗斯莫斯科自从2006年开始，禁止 LGBTQIA+ 权利运动者举行骄傲游行。莫斯科市法院后来在2012年决定，未来100年内都不能举办骄傲游行。除此之外，2013年还通过了一项禁止向未成年人提倡非传统性关系的联邦法案。简而言之，就是这个政府真的疯了。这已经不是什么恐惧不恐惧的问题了，这根本就是直接惩罚那些性倾向跟主流政府的意见相左的人。可是他们又做错了什么呢？这只是喜欢类型根本不一样而已啊！到底干政府什么事？而且还没完，在2015年的时候，有3位社运人士因为意图在莫斯科举行骄傲游行而遭到逮捕，但是俄罗斯的 LGBT 社运人士仍然不懈地组织骄傲游行。最后，俄罗斯最高法院在2023年11月30号宣布将 LGBT 公共运动列为极端组织。隔天12月1日，俄罗斯警方突袭莫斯科各地的同性恋酒吧。隔年3月22日，俄罗斯联邦金融监督局宣布将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的社运人士通通列入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的名单。俄罗斯当局 ，LGBT 不是泽伦斯基好吗？第3点，权利不能被理所当然的剥夺。就算是允许举办骄傲游行的国家，仍然不能将骄傲游行视为理所当然。例如，首次在蒙特内哥罗的尼克西奇举办的骄傲游行，在2015年的时候遭到禁止。蒙特内哥罗当局以安全问题为由拒绝核准。尽管组织者愿意进行讨论，以解决任何的安全问题，但是警方仍然拒绝合作。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伊斯坦堡。土耳其的骄傲游行自2003年以来从未发生任何的意外，在2014年的时候甚至吸引了9万人共襄盛举，但土耳其当局却突然禁止了2015年的骄傲游行。尽管政府下令禁止，依然有5000位和平参与者聚集上街，但最后的结局是遭到警方用催泪瓦斯、胡椒弹以及水炮驱离。这个夸张的退步，也仅仅只是一系列限制和平集会的事件其中的一个案例而已。第4点，骄傲游行有助于改变人心与想法。2005年是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第一次骄傲游行。当70位 LGBT 社运人士在街上昂首阔步的时候，他们面对的不是快乐的嘉年华，而是2000位的反对者。当时有许多人在游行中遭到攻击，而现在10年过去了，超过5000人参与了2015年的欧洲骄傲游行，而这次的现场只有40位反对者，并且没有发生严重冲突。
对此呢，一位曾经参加过李家的骄傲游行的一位来自德国分会酷儿小组的 Rupert 开心地表示到说，游行途中有许多人开心地看着我们，其中有许多人朝我们招手。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塞尔维亚，在骄傲游行连续3年遭到禁止之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在2014年到2015年都成功举办了骄傲游行。在这2个案例当中，游行活动都依照组织者的计划和平的进行，并且获得了警方适当的保护。这个情况强而有力的向社会大众以及其他国家传达出了政府当局维护 LGBT 族群权利的承诺与决心，并且显示出了行动主义可以带来改变。第5点，骄傲游行增加民众掌握自己生活的能力。LGBT 族群勇敢走上街头，拿回他们遭到剥夺的权利。但是要能够有效地争取权益，传达自己的理念，其中社会能见度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当国家和反对团体一起为非作歹，致力于将 LGBT 族群社会边缘化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勇敢站出来，直面威胁与暴力，对抗羞辱和社会污名。骄傲游行的存在，让我们可以一起勇敢坚定地表达 LGBT 族群所需要的基本人权，并且持续追求公平的待遇。听完这些国外骄傲游行所面临到的困境，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气愤呢？同时也真的要为长期致力于多元性别权益的每一位社运人士献上满满的 respect。I'm so proud of you。不过说到骄傲，我们应该聊点这个轻松的，就为大家科普一下台湾同志游行的一些背景知识。根据 GQ 台湾的报道所述，其实同志游行不叫同志游行，更准确的名词应该是我前面提到的骄傲游行或是彩虹游行。尽管许多人看来同志平权的议题是很简单而且很单一的，但其实实际上游行所要谈论的议题是相当多元的，其中包含了老年长照、艾滋病去污名、性平教育、职场平权、婚姻平权、障碍平权、性工作合法化、原住民与新住民、转型正义等等，有关于人权、自由跟平等的议题，其实都包括在骄傲游行的诉求当中。台湾同志游行吸引全国各地以及全球各国的同志团体以及社会运动者一同参与，主要目的是为了拥有一个公开现身的平台，凝聚大家的力量，唤起社会大众的注意，让隐藏的问题能够曝光，让没有被看见的需求能够被重视，进而建立更多元包容的社会。台湾同志游行起源于2003年，已经举办了21届，是一个由华语圈社会领导的同志游行。2015年的时候，参与人数是78000人，到了2019年的时候，参与人数已经达到20万人，人数逐年倍增，可见民众开始对于性别平权有了更多的了解，也让越来越多的 LGBT 家族群能够勇敢地走上街头，表达自己的诉求跟理念。但说到这里，你了解什么是 LGBT 加吗？LGBT 是由女同性恋者 （lesbian）、男同性恋者 （gay）、双性恋者 （bisexual） 还有跨性别者 （transgender） 4个英文字母的字首组合而成。而现在讨论性别平权的议题上，也不仅只是 LGBT 了。2010年代之后，更广泛说法是 LGBTQIA， 就是加入了 Q（questioning） 疑性恋，就是指对自己的性别认同感到疑惑的人。I 是 intersex， 就是双性人，还有 A 是指 asexual 无性恋，或者是 straight allies 支持同性恋的异性恋盟友。那在认识 LGBT 之后呢，大家应该也对于代表同志权益的6色彩虹旗不陌生吧？那这个彩虹是怎么来的呢？彩虹旗首次出现是在1978年的旧金山同志骄傲大游行，正面旗帜是由旧金山艺术家 Gilbert Baker 设计的。而这个彩虹旗最一开始的配色并不是实际彩虹的红、橙、黄、绿、蓝、靛、紫，而是亮粉红、红、橙、黄、绿、青绿、靛青、紫罗兰，分别象征的意思是 sex、life、healing、sunlight、nature、art、harmony 跟 spirit。而经过了46年的变革，彩虹旗所使用的颜色也有所不同。台湾的彩虹旗是6种颜色，红色代表性爱，主张废除恶法，性权就是人权；橙色代表力量，主张集体展现，我们就是力量；黄色代表希望，主张勇往直前，打造希望种子；绿色代表自然，主张看见差异，自然展现本性；蓝色代表自由，主张自主多元，解放身体自由；紫色代表艺术，主张活出自我，创造缤纷艺术；
去年台湾的同志游行 slogan 是与多元同行 ，Stand with Diversity， 希望能够与台湾公民们一起看见不同群体的需求。虽然被看见了，但是看见之后呢？仅仅是被看见，似乎还远远不足。而在今年，我们看到不同的社群向公众发声，像是尼菲亚夺冠，这张变装皇后的文化大篇幅出现在台湾各大媒体版面上，甚至进入到总统府表演。在5月的青鸟行动立法院抗争现场，也有许多人呼吁女性挺身而出来发表意见，反对以贬低女性的词汇来表达意见。同时，关于人工生殖法的相关法案，还有反歧视法，也开始引发热烈讨论，希望能够以更具体的行动保障性多样社群的权益。而这也正是今年第22届台湾同志游行的 slogan 命名由来。今年的 slogan 是迈向共融，交织共生 ，Embrace Inclusion。目前的台湾社会不只是要看见多元社群，更要让多元社群有发声的机会，进而站出来一起改变不平等的体制。这就是本届游行所传达的核心概念。今年的主题希望谈论的面向是，在意识到多元的社群存在之后，我们更要将平等的精神实践于生活当中，真实的聆听并理解不同人的需求，与多元的社群携手翻转不公平的体制。在理解的过程中，或许会因为陌生而感到不安和抗拒，但这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更期待大家可以一起到游行现场，一起接触形形色色的个体，融入多元多样的社群当中，透过行动相互扶持，消解因为陌生所带来的紧张，让你我成为社会多元共融的起点。这次的游行，期待能够建立开放与包容的社会环境，一同落实共融精神，打造一个更深更好的多元台湾。看完今天的影片，相信大家一定都对于多元性别权益有更深的了解了。那对于性别平权的议题，大家还有什么想法吗？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观点，或是有其他想了解的议题，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在这边也鼓励大家，10月26号第22届台湾同志大游行，欢迎大家来共襄盛举，一同站出来为多元性别权益发声。也欢迎大家如果有遇到我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街访哦。如果喜欢这支影片，请帮我按赞、订阅、开小铃铛，留言分享、追踪 IG。我是 JU，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拜拜。